Infinix 75在我收到货前就已经把我的期待值给拉满了。老板让我在视频中直接对标客制化套件，正好我手中有一把 Zoom65和 QK75，这把 QK75还是我前天为了做这期视频特意去闲鱼上加价购买的，记录都在这里。成本这么高，求个点赞不过分吧？接下来就先放一段打字音的对比，大家可以发弹幕选出你最喜欢的声音。听完上面这段对比，在我看来，这把键盘的声音是不属于量产范畴的，更加接近一些客制化的套件。如果非要找一个比较接近的话，那就是我很久之前测过的阿酷 PC007。但这一款 Infinix 75在保留了这种麻将音的同时，也不会有那种软到没有办法接受的变形，这是我觉得它做的比较好的一点。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一个披着量产外观的客制化键盘。受限于售价，它可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到完美，但它或许是目前可以用最低的售价买到最接近千元级套件表现的成品键盘了。外观方面，Infinix 75一共有两种配色，我这个是纯黑的版本。其实我不太推荐大家去购买黑色，因为两侧键帽上的字符也是黑色，这就导致了除开左键区之外的字符基本上都很难看清楚。相反的，灰色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每一个字符和键帽本身的颜色都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更加的好观察一些。从外观也可以看到这把键盘的结构是非常有想法的。通过上下盖固定中间的铝合金中框作为支撑板簧和装饰的作用，在上盖表面做了一个类似于金属涂层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键盘正面的塑料感。周边的设计元素堆叠也很丰富，从右上角的旋钮再到屏幕，再到背后名牌的设计，这些都是按照客制化套件的流程去走的。并且这把键盘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它已经把塑料和金属件做到了非常完美的结合。有一些地方如果你不拆开来去看的话，你甚至很难分辨得出它到底是金属还是塑料。虽然明知道它是因为成本问题而故意为之，但却并不会让键盘产生廉价感。这种金属和塑料之间的衔接处理，也是这一个键盘设计 ID 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右上角的旋钮部分，我刚上手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懵逼的，我还以为它是一个集成了指纹识别和摇杆功能的音量调节旋钮，但使用之后发现是我想太多了，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音量调节旋钮，并且做了一定晃动的框量，可以更加方便的一根手指调节音量。顶部的内凹设计虽然好看，但也让旋钮变得非常难清理，这也是需要考虑到的一个点。下方的屏幕是一块1.14英寸、153×20分辨率的彩屏，但屏幕的 UI 设计和功能性方面也不单只是 Infinix 一家的问题，而是全部键盘厂商的问题。起码我是不会停留在这个时间面板上的，因为这个字体设计的实在是太过于粗糙了，和键盘整体的设计完全是不沾边的。在后期可以通过驱动来放置一些 GIF，也是我觉得键盘上屏幕最大的一个用处了。如果说键盘中算是前无古人的话，那这把键盘的接收器拿取方式在量产键盘中也可以算是前无古人了。虽然我明白老板的想法，想做成一个弹出式的收纳仓，但在没有办法实现之后，我觉得还是可以修改成正常的磁吸收纳，并且取消掉这个逆天的硅胶塞。这个东西配合键盘内凹的边框，如果你没有一点指甲的话，还真不太好操作。配列方面一共有82个按键，方向键没有做下沉和分割，为了给旋钮和屏幕腾出位置，非常大胆的删除了 Delete，只保留了 Pitch Down 和 Pitch Up 两个功能按键。在驱动还没有做出来的现在，这把键盘是没有办法改键的，所以用它剪辑视频对我的使用体验基本上是毁灭性的，没有办法使用达芬奇中的波纹剪辑。如果后面支持改键了，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音量的下压改成删除键，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挽回这把键盘的使用体验。
键帽方面是一套原厂高度的 PVT 键帽，素材说实话比较一般，个别按键会有比较明显的毛边，并且我左下角的3个按键是有明显瑕疵的，好像是注塑的时候用力过猛了一样。在键帽正面可以隐约看到4个泛白的印子，这一点就不太应该了。希望我这个是个例。3模和系统切换开关，包括充电接口和条状的指示灯都集成在键盘的顶部，并且左右对称放置。菱形的凸起也可以方便单手盲操。对比 CL98 之前的排列组合开关，实在是要人性化太多了。说了这么多，那它和量产键盘最大的区别在哪里？那接下来就进入键盘的拆解部分。卸下底部的螺丝，就可以分离上下盖板了。可以看到底部有一大块铝板，把电池仓和主板区分隔。继续卸下铝合金盖板，开关和 Type-C 接口使用了2块独立的 PCB 小板，电池仓反向的放置在背面名牌的底部。拆到这里，看了这一堆30多个型号不太一样的螺丝，我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等一下有没有办法装回去了。把底部的螺丝全部卸下来之后，就可以把名牌给分离出来了。名牌也是由3部分组成，外部是一个铝合金的框架，内部的黑色区域是一片塑料盖板，加上中间的金属名牌。背板的结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复杂一些。至于键盘的上半部分，有2个铝合金的中框拼接来对键盘的主板形成支撑。板环结构的话，现在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两端有硅胶垫片作为支撑。主板部分做了非常夸张的单键开槽，并且保留了 RGB 灯珠，这也是这把键盘 Hi-Fi 的一大原因。内胆的填充部分，除了常规的破龙夹心棉、轴下垫和底棉，还增加了一块透明的塑料片放在轴下垫的底部。官方管这个东西叫做声优垫，那具体有没有作用，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贾维斯发的对比。芯片方面，主控是华芬达的80CP100，无线芯片是昂瑞威的 HS6620B。配合3750毫安时的电池，官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续航时间。参考同款芯片的高斯 HS108T，估算在150个小时左右，具体还是要以官方给出的参数为准。最后再来聊一下这款键盘搭载的水晶9红轴，触发压力为37克，轴心做了加长处理，内部的出厂润滑偏油状，整体的素质表现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没有防尘壁，所以稳定性就相对的比较一般了。总结一下这把键盘，这把键盘的内胆设计绝对已经脱离了目前量产键盘的水平，部件的数量和组装的复杂程度，甚至一些大几千的客制化套件过来了，都得喊一声大哥。王总敢开这样的成品键盘，并且把价格压到599，我内心是非常佩服的。从声音方面来说，我并不觉得它会比我手里的 QK 这些客制化套件要差多少，但成本问题也限制了这把键盘的天花板。比如说没有完全设计好的收纳仓，以及键帽的品控没有做好，有些地方的接缝控制的还不是那么到位。我也希望以后会有更多像 Infix 75这样的键盘出现，给这个市场带来更多的活力，而不是再去简单暴力的堆叠。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